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布尔乔亚。咱们今天呢来整一期一小块地斗蛐蛐。在这里进行测试的双方呢是豹2 A4 还有 T72B。豹2 A4 这台车呢，其实算得上是豹2系列中的第一台正式型号。它此前的什么豹2 A0、A1、A2、A3 都是一些测试的型号，在不断的改进。然后 A4 这个型号的正式服役时间呢，应该是在1985年。所以在这里我放置的是 T72B。我对 T72 系列这杂乱的型号没有详细的研究，但是模组里标记这台 T72B 呢是1985年的型号，所以85年对85年就很公平。估摸着有的人看到我弄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地图，就要吐槽我又在偷懒了什么的。但实际上这样的大平原也能让测试显得相对公平一些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模拟吧。好嘞，在这儿测试就开始了。为了能够看到双方载具的这个损毁信息呢，我没有隐藏掉本次录制时的 UI， 就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坦克被击中时的效果一样。虽然是英文，但也比较简单，在这儿我就不解说了。然后这个双方的对射啊，虽然 T72 有这个自动装弹机，但我感觉这两台车它们开火的时间和次数都是相同的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双方都有很多车被打着火了，也就是说，尽管两边的军迷都把自己喜欢的车吹得很神，但实际上他们所发射的这个钢针呢，都能将对方从头穿到尾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模组有什么问题，反正每次对战的时候，这个 T72 都很喜欢将车体侧面对向敌人。相对的，你们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些豹豹呢，他们就是很整齐的将这个车体的正面朝向敌人了。不过就算如此，这第一波的测试好像豹豹已经被全灭了。T72 这边还有好几台车正在移动。其实在录制前的测试中呢，这个 T72 是经常失败的，然后这次他们能赢也是挺幸运的。接下来让我们再开始一轮测试，看看这个结果如何。好嘞，这边第二轮的测试也开始了。其实为了这个对决的相对公平性呢， T72B 原本是能够发射炮射导弹的，但是那个导弹它的速度啊，毕竟是不能和钢针比的，所以在对炮的时候很吃亏。因此在这个测试中呢，所有的 T72 的导弹都被卸掉了，他们只能打这个钢针。然后可以看到在近距离的对阵中，应该是 T72 发射的这个热木弹吧。这个豹2 A4 似乎已经装备了热成像系统，但 T72B 应该是没有这么高级的玩意儿的，所以他们不停地发射这个热木，但好像在这个游戏模组里，即使是热木也阻挡不住这个 AI 战车的视野。然后这边我们看到就很惨烈的混战，有时候这个坦克就会将尾部朝向敌人。然后这一波对阵似乎又是 T72 占了上风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一局，就连来3局测试一下，看看结果啊。我录到这儿可能又有人说我偏心啊什么的，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。好嘞，现在第3轮的测试开始了，然后在这里我们说说双方的这个装填模式的问题啊。有好多人吐槽说这个自动装弹机很危险，一旦被击中就会飞头。但是这个现实中啊，就像这种对战的时候，在这种激烈的战况下，这个车主成员可能会陷入恐慌，而有这个自动装弹机的话，它就会很稳定的在这个7秒左右的时间，给你装填上新的一发弹药。然后本次我们这个测试，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一波豹豹好像是集体发威了，他们的第一轮骑射全部都一发入魂，这下子一下子就把 T72 给打爆了。然后我们接着回到刚才的话题啊，像北约的这个装填呢，它就是比较安全，它的弹药是被隔开的，如果被打到了呢，就很小概率会飞头。但是它这个装填手，你在现实中，它一发炮弹还是挺重的，可能爆发装填在短时间内你可以比这个自动装弹机快，但是你在第3发、第4发开始你就装不动了，而且如果惊慌失措的话，那就是另一说了，对吧？人在战场上是有这个受感情影响的，它不可能比已经很成熟的机器更加可靠。然后在这最后一波的测试中呢，豹豹也算是把自己的这个脸面给挽回来了。不过我们毕竟是在游戏中进行测试嘛，
如果现实中真的打成这个样子的话，就算是这个豹豹险胜了一下，但考虑到两者之间的这个造价差距，我觉得 T72B 还是赢麻了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这个车主的生还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地上这些红色标记的啊，都是 T72的驾驶员。如果他们直接在车里昏迷呢，这个模型是压根儿就不会刷出来的。所以这些倒在地上的小兵啊，都是车辆被打坏之后呢，他们跑出来的，然后随后被这个对手的这个小机枪给点掉的。如果是在现实中这个坦克的交战距离的话，你看地上这一堆红色的这些小人，他们至少有70%都是能够活着跑回去的，这一点就和现实中的很多实战影像是差不多的。只要 T72 没有飞头，他们的成员生还率还是比较高的。最后再次强调一下，本次测试的双方呢都是1985年的型号，与现代的冲突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还请各位不要在评论区拿战争开玩笑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也不要酸连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